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台湾有超过20万的年轻人投入战场，大约5万人在这场战役当中不幸牺牲。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神风特攻队。到目前为止，宜兰仍旧保存了14座当时遗留下来的七宝遗址。这首歌叫做《皇民战士大军夫》，主要描写的就是在日治时期皇民化运动之后，有一群台湾年轻人受征召到南方恶劣的环境当中，努力的求生存，努力的想要回来家乡。这首歌描写他们当时的处境以及未来的命运。新娘仔，眠床也袂困，烧着来去行。厝内的田地三甲我，若过烧热之阵，老爸挂着我。火车行甲伊就丢丢重啊，半山半车开往大高城。大到江边人爸爸，汉人高山南来北往的船只。春雨，一支太阳旗飞过外远的海洋。一丛香，无昔日大治时代的漂流。皇民战士大军夫，做伙来去南洋起大厝。红红的日头晒身躯，故乡的平安符，遥远的妈祖庙。战士大军夫，青青的火水流遍太平洋。红红的日头不认输，后手啊手拢在默默收。军夫其实不大，军夫是非常小的一个职位，甚至他连士兵都不算不算数。但就在这过程里面呢，他们就必须要到南洋去奉献他们最好的青春。现在这种处境底下而得到的另外一种反杀，很强烈的是来自于树浩的音乐。他的音乐带给我非常多的画面跟能量。因为这首歌是描述一个算是一个历史，然后他树浩的描述又带有一点戏谑，有一点黑色幽默，所以我希望能够再把这个张力再更把它发展出更具有张力的音乐效果。战士大军夫，做伙来去南洋起大厝。红红的日头晒身躯，故乡的平安符，遥远的妈祖庙。皇民战士大军夫，青青的火水流遍太平洋。红红的日头不认输，后手啊手拢在默默收。战士大军夫，剩无几个人平安返到厝。活落去的罪孽搁别分输，人来问起心肝结归球。皇民战士大军夫，孤单的亡魂留伫太平洋。咸咸的思念寄月娘，行向战场，感动真正有冤仇。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带着200万的军民撤退来台，其中为60万的军人及军眷设置眷村，
到现在，这些眷村已成为台湾历史当中重要的一部分。1929年，伊伫南京的庄口出世，细汉的时，定定看到兄弟流浪到几个完全西分的城市。1949年，故乡开满红色的花蕊，借问兵仔兄，今嘛要去倒位？一只船，往家人讲一直开，战乱。当时写1929的一个动机呢，就是这条富国巷，在刚回来教书的前几年，都会经过那个富国巷，那些眷村老先生的故事。可是他们的东西，如果在现在用比较悲伤的东西写，其实写不出一种洒脱跟解脱。那随着我们的吉他的弹唱，能够淡淡的一步一步去讲出这个大时代不同年代的一个故事。生活过一个搁一个西分的城市，尾仔住伫用南京好名的路顶。故乡是浅浅的海水，偌济思念拢停伫江边。满山遍野的寒芒花直直开，同款的春天到秋天，一年过一年。故乡是浅浅的海水，迄个艰苦的时代渐渐过去，伊嘛伫南京的路顶叹息世间，倒转去已经无遐尼要紧。故乡是浅浅的海水，想要走找的所在到底伫倒位？一座都市解说伊的后半生。无风无雨也无影，1919年，故乡已经是遥远的代志，陪伴伊只有笑容甲摇椅，摇啊摇，摇起的。我是1994年出生的台湾的创作人，那目前住在宜兰，大部分的时间我以台语作为我的母语作为创作。我另外一个身份是高中的国文老师。其实考上高中老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旅程。这排教室对我来说有很特殊的意义，因为过去我就在这里读书，然后到退伍之后回来这里教书，在每一个日子里面就在这个地方来来去去。然后这一条长廊应该就是每天从办公室走过来的路，然后也是那时候我从舞台回到讲台的路，是一段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很多故事都在这里发生。在宜兰，18岁的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往往会选择到外县市求学，甚至工作。却也是在离开之后，回首一看，才能够更体会到南洋平原的美与人情味。几代人住伫无声的平原，行过9弯18弯，戆戆啊转弹。稻草人，你还搁伫这等？人讲都市好转正，阮要离开这。当时是拉叶，嘛会飘落山，落伫长要离港的船只，嘛知影。阿嬷的白头鬃还伫遐，感觉咱的风吹飞悬悬，少年的梦还搁剩几项？迄年伫田花的囡仔伴，有几个还伫遐？
柑仔兰的风吹飞悬悬，这个查某囡仔嘛真水款。东北风吹着体色梦梦，伊咧梦也梦。这个是我在21岁的时候写的第一首台语歌，它其实更简单了，它就是当时我在爷爷过世之后，请了1个礼拜的长假回来宜兰。我在那1个礼拜的时间，发现南洋平原从雪山隧道开通之后有很大的改变。我就用当时我仅仅会的那几个和弦，就写了一个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每次唱会有不一样感受跟情感的《柑仔兰的风吹飞关关》。一人，厝起伫故乡的边缘，行过东山河的岸，讲后归回伫这。为什么叫柑仔兰的风吹飞关关？我想每一个离开家乡的孩子都像风筝一样飞得很高，但是家乡总有那一条隐形的线，有形或无形的线牵绊着他们，那就是他们思念家乡的一个方式，都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他们。风台做偌大，旧山的乌云到有尾总会散，起落的海洋啊，你甲阮着爱去当输赢。柑仔兰的风吹飞悬悬，一条溪水草。